喂，哇，中马票！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到底是石头还是玻璃啊？是水晶，虽然没有钻石那么贵，但是呢，代表着我浓浓的情谊。如果真的中佛力的话，请我们吃大餐还实际一点。水晶戒指应该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吧？还是文倩比较聪明，还给我，还给我好了。啦，不要捉弄他啦。还是浩然最好。有人很快就有好消息要宣布了。Bingo！ 这个星期六呢，我要和娜娜求婚，我要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是啦是啦，现在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就是你们啦。这么快，是不是先上车后补票？肯定是。菜，我们才没有那么随便。我们这里很久没有喜事了，我们都为你感到高兴。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？我想邀请你们去沙滩，见证本世纪最浪漫、最感动的求婚。我要给娜娜一个惊喜。这个星期六是我们的休息日，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。我真的很想你们出席的，因为有你们的鼓励，我才可以跟娜娜在一起啊。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有免费的吃喝玩乐，我一定去的。哎，我带我的咪咪去。我和泽明也一起去。你把我们说的这么重要，如果不去的话，对不起你，我也去。浩然，你呢？我不去了，你们玩的开心点啊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那么扫兴啊？哦，原来你是怕一迅看到你穿比基尼的样子。哎，山哥，不要无聊啦。我们很少有机会一起出去玩，你考虑一下吧。对哦，你不去见证我尼莫的人生大事，你肯定会后悔的哦。比零。喂，你不是说你是校队代表的吗？怎么打成这样？对不起啊，你们真的没有看到尼莫啊？他约了我们来，自己却不见踪影。打给他，他又匆匆挂了电话，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在搞什么。说不定他要给你惊喜呢。他平时约会只会早到，不会迟到的。会不会是出了意外啊？喂，开始玩啦！浩然，你来啦！你玩吧，我要去找尼莫。娜娜，不用找了，他到了自然会联系我们的。来啊 ，baby， 一起。怎么这么迟才来啊？你有专用的司机，我没有。喂，刚才我问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，是你自己说要把事办完才来。不能等我啊！哼，女人真难搞。哎，我也是女人哦。你不一样，你是我的女人。你们当我们是透明的？哎，你们还要玩吗？当然要了。你们两个一组。哇，你的头这么硬，好像也可以啊。你看到我来不会闪啊？喂，还玩不玩的啊？玩。你们两个啊是在同一组工作的，怎么那么没有默契啊？工作上有默契就好了。不玩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陪你去找尼莫啊！哎，我们帮他去找尼莫啊！好啊。走走走。
哎，我看我们这样找也不是办法，不如这样吧啊，你们往那边找，我们往那边找啊。啊，我呢？你呀，你去那边找吧啊。来，我们走。尼莫，娜娜，你神神秘秘的，就是在搞这个。我花了1天1夜，才把这个城堡堆好的。跟我看，喜欢吗？现在有了城堡，有了男主人，就只缺一样东西了。娜娜，你愿意当这个城堡的女主人吗？嫁给我。尼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戒指呢？戒指呢？变花了，手会受伤的。不行，这是我买给你的求婚戒指，没有它怎么向你求婚？傻瓜，就算没有戒指，我也是会答应嫁给你的。这个戒指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却代表我对你的爱意啊！我跟你一起找。你看，他们2个真的是天生一对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可以结婚了！耶！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！喂，你们2个啊，要努力一点呐！你看现在我们每个都是双双对对的哦。我口很渴，我去喝点水啊。 baby，我们去游泳吧。喂，哎呀，你想干什么啊？不脱衣服怎么游泳啊？不要在这里游啊，那边的海水比较清。哎，我们去那边游。来，我们去见我们的城堡，走。虽然尼莫没有很远大的志向，不过他还是勇敢的追求真爱。他说过，当初被娜娜救出火灾现场时，他就知道娜娜是他这辈子在等待的人。像他们这样简简单单的，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，也是一种幸福。他也是经历过不少考验才追到娜娜的。我们大家都以为他没希望了，可是他却没放弃。尼莫真有毅力。我们也经过很多考验才能在一起啊。不过，很快就得分开一段日子了，最少也是3年。3年的时间啊，哎呀，真的不知道怎么过。
3年很快过的，你放心出国读书吧，我会等你回来的。哈哈，这是你说的，3年后你不能抵赖。什么？3年很快过的，你放心出国读书吧，我会等你回来的。喂，以后我想你的时候，我天天都会拿出来听。不公平！你想我的时候可以听我的声音，那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办？你没有带笔出来，给我。那。干嘛？没有签名，你赖账怎么办？那你也要签？那。以后不管去多远，去多久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哇，baby，为什么你让我来这边？人多比较好玩吗？这边这么偏僻，我要回去刚刚那边了。哎呀，咪咪呀，这里没有人才好嘛，就我们2个人，我们过2人世界吗？讨厌。哎呀，哦，你干嘛？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厕所，要乖啊，等我啊。咪咪，咪咪，咪咪啊！咪咪，咪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咪。你放心，我来救你了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咪，你不能丢下我，你快点醒醒啊！咪咪，我不能没有你的。咪咪，哎呦，咪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山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咪咪刚刚溺水了，刚被救醒啊！让我看一下。干嘛一个人在这里扮忧郁啊？可惜你这么一来，就破坏了气氛。
刚才艾米差一点溺水，他没事吧？大山帮他实行了 CPR， 已经救醒了，现在正在前往医院的途中。浩然，你是不是在避开我？我干嘛要避开你？我怎么知道？避开一个人通常有2个理由，一是喜欢，二是讨厌。你是前者还是后者？我不讨厌你，也不喜欢你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根本没有避开你。那如果我约你，你会答应吗？好啊，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你。好，那我们走。去哪里啊？去约会，来。帅哥，我只约你来，为什么他会来？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意见嘛。我不喜欢他来。上次的事，对不起啦。走吧，去选你喜欢的东西。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这些都很舒服。那你就去选一张你最舒服的吧。喂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帮我买床啊？ Chris 现在睡的是铁架床，我担心以后他病发的时候会撞伤自己，所以我想买一张比较好的给他。况且他现在在发育，床对他脊椎很重要的。没想到你那么热心哦。我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如果你需要，我也可以帮你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帅哥，过来帮我看一下这张床，来啦，这里啊，舒不舒服？蛮舒服的。来试试看。我弄到我，你说。你不用上班了吗？为什么每次都会见到？你没听说过吗？你越讨厌一个人，你越会看到他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的话。 Thanks。哎，雪糕来了。好酷哎！你试试看，好不好吃？你喂的当然好吃。那你呢？太甜了吧？那我喂你会不会比较好吃？更好吃。那你问我，你喂我最好吃。我去洗手啊。小心一点。你很啰嗦哎，不过我喜欢。喂，你会不会觉得 Chris 对你的感情很不一般？你担心他喜欢上我？你想太多了，他只有12岁啊。我是担心他把你当成爸爸。你干嘛那么紧张？你真的担心我会成为他的 daddy 啊？我是好心提醒你啊，你最好小心处理啊。是吧的？妈咪，妈咪，发生什么事？终于抓到那只鬼了，在哪里？你看，那不是真的鬼，是他的烂醉的酒鬼。怎么会是他？这个酒鬼啊，还抓着John不放呢，要抢他的平安符。我呢就和John的妈妈联手打他，他却啊抓着John的平安符不放。我们没打2下，他就倒下了。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血压指示是60，脉搏110，输入氧气过后，血气饱和度达到180%。病人资料呢？病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。温妮说他抢孩子身上的平安符，难道平安符对他有特别的意义？酒鬼我见多了，他们一喝醉酒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可能认为那是值钱的东西，可以拿去卖钱买酒喝。他会不会在找长命锁啊？或许吧，可能长命锁对他有特别的意义。我还收着，下次拿来还给他。施教授的手抖得那么厉害，
会不会是因为酗酒？还说什么心脏圣手？大家都在背后叫他手抖教授。时间到了，施教授要不退下来也不行了。可是医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啊。那是迟早的事啊。你想想，事情现在传了出去，还有哪个病人会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的？施教授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身为医生，除了要有医德，还要有口德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他的女儿。我爸是个非常专业的医生，发生这样的事，他心里一定很难受。他常常告诉我们，在手术台上不能因为私人的原因而出任何差错，因为这样对病人很不负责任。他一定是因为不想当医生的事感到心烦，才会失手的。我也害了我哥。他得在压力下接受自己不喜欢的安排，我看得出他很不快乐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你为自己而活没有错，错的是施教授，他不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强压在你们身上。从小，爸爸对我们的期望都很高。如果我没有出国当义工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或许我已经当了医生，爸就不会出事，我哥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你有没有后悔过当救护员？我相信我做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只不过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难免觉得有点泄气。你知道吗？有人说过，我们救护员的工作是最辛苦、最累的。我们接的不是意外的伤者，就是垂危的病人。你应该问问自己，每当接到新任务的时候，你是拖着脚步，还是心情兴奋地去救人？我绝对相信你是后者，因为你每次救人的时候，都是全力以赴的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这枚戒指对你很重要吧？你的戒指很特别，是女朋友送的吗？不是，我没有女朋友，这是一个病人送的，而且还是他的家属亲手打造，据说有保平安的作用。我可以看看吗？可以啊。为什么戒指要戴在食指？反正戒指是你的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过，有一天你应该尝试戴在其他的手指，可能会更加舒服呢。我习惯了，就不容易改变。世界这么大，没有人绑住你，你却把自己绑得死死的。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的想法？我只知道，无法阻止的事情发生了，在悲伤难过之后，就要勇敢地站起来。一直活在悲伤里，很对不起自己的。有些人有些事，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有些人有些事，如果忘不了，就要勇敢地面对它。失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了，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拥有的，对不对？你又来了。那么有闲情啊，不是应该争取时间陪女朋友的吗？我也想，不过文倩值夜班。哎，去美国的事安排的怎么样啊？
我下个月会先飞过去看看环境。在文倩去西澳的时候，我却无法陪着她。你有空的话，帮大哥多陪陪她。你不说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怎么，现在不担心分隔两地，感情就经不起考验了？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所以没有遗憾。嗯，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。嗯，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对感情未免太执着了吧？就是因为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才会执着吗？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？你和文倩爱的那么难分难舍，不会明白的啦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一直活在回忆里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，把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扔掉，这样才可以装下更多的小石头嘛。这是什么比喻啊？你敢打我进来帮你了，你还说？我去告诉文倩。哎！我是真的该放下了。珍惜眼前所拥有的。喂，各位，快点来，我买了糕点，请大家吃。哇，哎，来呀，你看，吝啬鬼啊，还会请客啊！告诉你们，我呢和娜娜已经去排期了，下个月呢会先注册结婚，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哦。哇，恭喜你啊！恭喜你啊，尼木！Thank you， Yes。两位，我想邀请你们当我的见证人。要不是你们给我的支持和鼓励，我和娜娜就不会有今天了。怎么说的我们像你的救命恩人呢？简直是再生父母。你走开，我才不想要你这种儿子，走开走开。等你有孩子再说。那既然大家那么开心，我也有好事要宣布。咪咪啊，经过检查之后已经没有事了。还有啊，我就快做爸爸了！哇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做爸爸了！我跟娜娜呢，一定会赶紧做人，到时候可以跟你对亲家。谁要跟你对亲家？有啊，外面有人找你。是你找我吗？你是彭先生吗？是啊，我是 Alan。那天骑摩托车出了意外，如果不是你的太太救了我，我应该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。我刚刚出院，原本想亲自向她道谢，可是医院里的护士小姐告诉我，她为了救我，自己却死了。真的很抱歉。
先生，你还好吧？是你。我先帮你做个检查，会痛的话跟我说。你是不是吃错东西了？早上我来到就看到他在吃止痛药，2个小时后又见他在吃吉利。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了。这些都放进文件夹里吧。杰一，是你啊？帮我交给佳健。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彩色笔。不好意思，这小鬼真是的，我叫他不要再麻烦你了，他就是不听。没关系，我也是顺路去买的。今天很忙吗？临时有护士请假，病人又多，一整个早上都没好好的休息呢。现在终于有时间喘口气了。对了，上午送来的 Brian 怎样了？洗了胃，已经醒过来了，可是还在观察中。我在他家看到一叠道歉卡，也许是为情所困，一时想不开，吃药自杀。Dr. C 这个朋友很奇怪，对声响特别敏感，一点点声音就好像惊弓之鸟。你这么忙，下次佳健再叫你买东西，你不要踩他。没关系，美英跟我说过，要我帮他背起这个家和孩子。虽然他是开玩笑，可是我却当真。骗你的啦！你以为我那么傻？我有时间还不如花在Jonathan身上。那好，我带佳健谢谢你了。杰伊，打扰一下。哦，我得去忙了。拜拜。有人找你，装了等他的。这是特地买给你吃的。听你的同事说你喜欢吃草莓口味的蛋糕，所以我特地加了很多草莓给你。我要去买饮料，你要喝些什么？不用了。哦。下次不用破费买蛋糕了，照顾病人是我们的工作。小小意思，这些日子多亏你们照顾我爸。爸，我来看你啊。其实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关怀，你有空就多来探望他吧，我想他是会知道的。一定的。佳健，除了吃 chicken chop， 还想吃什么？哎呀！丽儿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。杰一今天没有上班吗？有啊，他在818病房。谢谢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佳健了，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，喜不喜欢我送给他的彩色笔 ，Jonathan。其实我是可以亲手把彩色笔交给佳健的，可是我真的很想见到他，所以我才叫他过来拿。我以为自己可以把他放下，可是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心里就会特别的开心。我知道你一定会笑我傻的，很多事情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一点也不简单。明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，我也一直很努力的想忘记一切。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取代美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。你没有看到他那天的样子，我只是跟他说，我想代替美英背起这个家和孩子，他就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我。我真的让他那么的困扰吗？我不要求任何回报，我只是希望他们父子俩过得好就好了。我不想再欺骗自己了。
我承认，我一直都没有把对你的感情放下来。我不想给你压力，也不想给你负担。我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代替美英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想要代替她的位置，我只是希望你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可以过去看看你和佳健，有时候还可以照顾你们，所以我才编了那个谎言。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有没有看到我衣服啊？干嘛穿我衣？还弄脏？脱，还给我，脱！借穿一下会死啊！我女朋友送的，我自己都不舍得穿呢。哎，我是老爸，借穿一下会死啊！不穿的耶！不爽啊！不爽分手啊！干嘛住我家？这也是我家哎。你家？你几时照顾过这个家？你每次有麻烦的时候才跑回来。这里什么避难所哈？你没大没小，我可是你老爸。怎样啊？你有资格教训我吗？我这样啊，都是跟你学的。你干嘛？衣服还给我！你找进来骗你！衣服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们吵什么啊？没事吧？不关你事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爸？有钱才是老爸哈！你说什么？你打我！你不要以为你做过什么没人知道，你偷车打人，阻挡救护车，每一条罪状都能够把你送去坐牢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绝不姑息。报应啊！是你妈的给我的报应啊，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子。阿妈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对我的？文松，你爸爸现在生病，我已经很烦了，你不要再闹事好不好？阿妈，哎，衣服记得还我。是你偷的，我还以为我老了，算错账，我每次算了又算，真的是你偷的。妈，我也不想这样啊，都是那扫把星害我有案底。现在我去找份工作，人家都看不起我了，我找不到工作了，阿妈。别人看不起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骨气呀。阿妈，你们不是我，当然说起来容易啦。阿妈，这200块借我好不好？我一找到工作一定会还给你的，阿妈。你每一次都这么说，可是有哪一次你是认真的去找工作做呢？这些钱，我是要给你爸看医生的，就算花掉我所有的棺材本，我都要医好他。阿妈，
你把钱都花给他，那我怎么办？他怎么说都是你亲爸爸，我的亲儿子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谢谢。六，东东怎么了？医生说他得了肌肉萎缩，是家族遗传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最近我发现他走路的时候很容易跌倒，上下楼梯也没有力气，所以就带他去看医生，才知道他得了这种退化性疾病。这种疾病除了要接受物理治疗，持续锻炼肌肉耐力，更需要家人的爱心和支持。我的案件就快要开庭了，到时候还得面临法律的制裁。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东东了。东东喝水。不要，和你走开。东东，东东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文倩姐姐知道你不舒服，但是再不舒服也要多喝水啊，要不然生病了，爹地一个人照顾你很辛苦的。你爱爹地吗？爱。东东真乖。等一下，你是泽明的爸爸啊，我是文倩的爸爸。有事吗？有事情想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关于泽明的事呢，我真的跟你说对不起，都是我儿子太鲁莽了哈。你知道我是一个粗人啊，我没读多少书，那我就不会教儿子，所以才教出这样的儿子出来。不过我女儿不一样啊，她是个好女儿。我是希望呢，你不要因为她的家庭背景而嫌弃她。老实说，我现在有病，我得了癌症。幸亏呢，我女儿呢，她出钱帮我治疗，又时常陪我进出医院。我看得出我女儿很爱你儿子的，你儿子也很喜欢文倩的。我希望你呢，不要反对他们来往。当然了，作为一个爸爸呢，他希望看到自己女儿幸福嘛。你也想看到你儿子幸福的。那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，那都是我的错啊！你不要嫌弃我女儿，也不要怪我女儿，我跟你道歉啊。爸，施教授，我们过去吧。施教授啊，施教授，我讲的话都是真的，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考虑。施教授，如果我爸说错什么，请你不要怪他，他也只是担心我。你觉得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呢？不管我爸说什么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不会阻止哲明出国深造，但我也希望你不要反对我们来往。我阻止得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，他最希望的就是得到你的认同。如果没有你的支持，他是不会开心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一个注重门当户对的人，我也不会阻止你们来往。只是目前，我希望哲明能够更专注在自己的事业，先把感情的事放在一边，明白吗？那一年，冷冷的讲堂里面，
笑让我深深着迷，我们似乎冥冥中就要结束。